66万不交出来，你爸今天别想入头。我没有一句废话，直接打了一通电话。周同志，保护来迟，请指示。周远川，你别装哑巴，你爸死了，赔偿款也该到了。66万，你1分钱不拿出来，凭什么让全村给你家抬棺？大伯母，钱的事以后再说，今天先让我爸入土行不行？以后你们姐弟一个嫁出去，一个10年不回家，谁知道钱到你们手里还拿不拿得出来？今天这钱必须交到组里。我爸活着的时候，谁家屋顶漏了他去修，谁家老人病了他骑3轮送，谁家孩子交不起学费他偷偷垫钱。今天他躺在棺材里，全村人站在门外等我低头。周远川，你要是不交钱，就让你爸继续停着，停臭了也别怪我们心狠。我们周家是大姓，在青石沟，规矩就是商房说了算。大伯，抬棺是送人，不是买卖。这66万是我爸的买命钱，不是你们分赃的油水。反了天了！读了几年书，连长辈都不认了，你10年不回家，还有脸拿你爸的钱？肇事司机赔给我丈人的钱，凭什么交出去？没你说话的份儿！你一个外姓女婿，周家的事儿轮不到你管。大伯，抢救单上需要家属签字的时候，您在哪儿？你少跟我翻旧账！你爸死了，现在讲的是后事。是后事，所以我问，今天谁来抬棺？秦老三，你干进这个门，明年你家去地里那条路就别想走。远川，先给他们一点，爸不能一直挺着。姐，钱不能给，给了，爸才真的闭不上眼。好，你有骨气。太阳落时之前，你家要是还不交钱，谁敢碰这口棺，我让他一家在青石沟待不下去。怎么，还想跟我动手？不动手。这是什么？爸替我收着的东西。能救急吗？姐，别怕，我能送爸最后一程。周远川，你爸今天要是连关都出不去，你这辈子就别抬头做人。哪位？周远川。是否需要启动保护程序？您现在安全吗？我父亲去世了，村里没人肯给他抬棺。地点？青石沟。请您守在当地，别让遗体离开，我们马上到。远川，你叫谁了？来帮爸抬棺的人。打电话摇人，行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10年没回家的穷学生能摇来什么人。爸，再等等，这一次不用你低头了。罗主任，村里办白事儿，大家搭把手是规矩，你不能看着他们这么闹。我爸还在里面躺着。云堂，不是我不管，你们家这是家务事，我一个外姓人不好插孙。死人停着不能下葬，这叫家务事儿。远川，你10年没回村里，不懂村里的难处。你大伯是长辈，他说话别人得听。那法律呢？别动不动把外头那套搬回来。青石沟过的是人情，讲的是祖宗规矩，不是纸面上的东西。有本事你让纸面上的东西来给你抬棺。大哥，话别说太满，远川好歹是二哥的孩子。你心软？
你去抬。你抬了，我看你儿子下个月的婚席谁去吃？你们还算人吗？我爸活着时候给你们修过桥、借过粮，现在他走了，你们拦着不让他下葬。周云堂，你别拿你爸那点小恩小惠压人。你嫁出去了还回来分赔偿册，你也不嫌丢脸？钱我们不要，一分不要！你们谁敢再骂他，我今天就跟谁拼了！外姓女婿在青石沟抖威风，人出来拉我，你别拉我！姐夫，你打了他，爸今天更下不了葬。远川，你大伯那个人倔，你拿出10万，算给族里一个台阶，剩下的钱你们姐弟分，大家面子都过得去。你们还要在村里埋人，祖坟在后山，你要是不让步，你爸进不了祖坟。不进祖坟呢？镇上公墓也能安葬，新里烈士陵园旁边也有公益墓区。这话不能乱说，你爸又不是……又不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老人讲究落叶归根，你把他送去外头，村里人要戳你脊梁骨。村里人有脸戳？远川，你别把事情闹到外头，你爸这事镇上已经知道了。谁问了？明天有人来，你最好别拦。谁来？给我爸上香的人。你别害全村！周远川同志，我们来晚了。同志？什么同志？你谁呀？来调研周守义先生。调研可以，抬棺不行，这是我们周家的事儿，外人不能管。周守义先生的后事，从现在起由我们协助家属办理。协助？你拿什么协助？这里是青石沟，不是你们城里。你是村主任？我是。老陆，你怕什么？一张纸就吓成这样。老周，别说了。盖章谁不会？现在街上刻一个章才几10块钱，周远川欠族里的钱，今天必须还，谁来都没用。请注意你的言辞。东西还在吗？什么东西？周远川是我侄子，他爸是我亲弟弟，他家的东西就得族里过目。大伯，您还要过目什么？废话少说。今天去祠堂开清账大会，你爸生前欠族里18万修祠堂的钱，必须先还钱。18万？我爸什么时候欠过这笔钱？周首席前年4月承诺出资18万修缮祠堂，签了名，一直没给，族里体谅他，拖到今天，现在赔偿款到了，该还了。这是假的！白纸黑字，还有手印儿，怎么是假的？范成，前年4月几号？那天我爸在哪儿？4月12号，我怎么知道？在村里呗。我知道，那天我爸在县医院做阑尾炎手术，他右手打着点滴，连床都下不了。
他怎么跑回村里签字？病历也能造假？这字就是你爸写的，人老了手抖，字写的不好看很正常。我爸写自己的名字，手字上面那个宝盖头从来不会连笔，这张签名连了。我爸右手食指前时被砖头砸过，握笔会往左偏，这张签名偏右，是不是像老周的字？有你什么事儿？你懂个屁！周远川，你别东拉西扯，今天不是让你断案，欠祖里的钱必须还。去祠堂把他给我押过去，在祖宗面前我看他怎么来账。假条子，一分不还。全都滚开！少在这碍手碍脚，谁敢挡，押人走，送祠堂罚赖账。你再说一遍试试。不要维护现场。周远川，你带外人回来欺负本家人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那张欠条交给我，伪造债务，涉嫌敲诈勒索，数额巨大，够判几年了？你确定要替人顶罪？是他逼我写的，他说赔偿款到手后分我3000块，我只拿了钱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胡说八道！你血口喷人！周远川，你是去害我！大伯，是您把局排在我爸的棺材面前的。你们凭什么拿走？那是族里的东西。现在，这是证据。老周，别闹了，再闹真进去了。你也帮外人？周远川同志，送葬队伍已经在村口等候，请您决定起灵时间。下午2点，起灵。我不同意，没有我点头，周守义进不了祖坟。我爸不进祖坟，他进我给他选的地方。太公，周远川10年不回家，一回来就带外人抓我。他爸欠族里18万修祠堂的钱，他不仅不还，还买通范成咬我一口。远川，你大伯说的是真的？太公，我爸没欠过族里1分钱。你没欠，范成这张条子你说是假的，行。今天当着祖宗的面，你把这份认罪书签了，承认你带外人以压长败，再把66万赔偿款交出来，不然今天就把你爸从族谱上划掉。太公，您看看欠条上的日子，我爸在县医院做手术，他怎么签字？这里是周家祠堂，医院的东西算什么？祖宗只认族里的规矩。太公，你也觉得我爸窃钱？远川，账是账，规矩是规矩。你大伯是长房，你不听他的，就是不孝。把字签了，钱交了，让你爸入土为安。原来祠堂不讲理，只讲谁是长房。今天不按手印，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。周远川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的，谁敢动他试试？杨成生，你一个外姓人，滚出去！控制局面。周德海，这份伪造的欠条，我已经派人送去县里做补给鉴定。范成也已经交代了你指使他造假的全部过程，敲诈汤肃死者赔偿款，你现在砸下去，罪加一等。你们敢在周家祠堂抓人？祠堂不是法外之地。大伯，这字我不签，这钱我不给。好，周远川，我看你下午怎么把棺材抬出青石沟。没有我点头，村里连条狗都不会去送你爸。下午2点起灵，大伯，您看清楚了。谁让你们进村的？周远川同志，可以起灵了吗？起灵。不准抬！
我是周家厂房，我不点头，你们谁都别想把棺材抬出净石沟。请让开。周远川没资格安葬周守义，他这是坏了祖宗规矩。大伯，上午您说没有周家族里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现在我告诉你，没有良心的宗族，什么都不是。打人了！外人打村里人了！人家没打人，人家只是拦着他。秦老三，你闭嘴！老周活着的时候，给我家婆娘垫过医药费。今天这官，我早就想抬，是你们不让。你敢？哼！我不抬，他们也能抬。我今天就是来送老周一程。二哥，我对不起你。老三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滚不动了，大哥，我怕你怕了一辈子。今天二哥死了，你还不让他安生，我怕够了。周远川，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交出来！特殊贡献章？什么章？老周，你完了！搞这么大排场有什么用？周守营不进祖坟，就是孤魂野鬼。周守义先生住院期间，你去过一次吗？抢救同等端需要签字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敬他，他儿子10年不回家，老人死了才回来，这叫孝顺。你闭嘴！我说错了吗？他爸出车祸那天他怎么不在？他爸在医院疼得喊儿子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？远川，你怪我不给你爸抬棺，那我问你，你爸临死前最想见谁？是你，你回来了吗？你爸被车撞的时候，身上还揣着给你买的土鸡蛋，他说你爱吃，结果呢，你回来了，人凉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爸出事时我不在，他抢救时我也不在，所以我更不会让他死后再被你们欺负。我欠我爸的我认，你欠他的你也得认。我欠他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让他说。周叔，对不起。车祸那天，我男人喝了酒撞了周叔，他当时想跑，是周叔拖着伤腿爬到路边拦车。后来你大伯来了，他不让我男人报警，他说报警要坐牢，私了能多拿钱。胡说八道！我男人录了音，他说你拿了我们家3万块钱，让我们别说你到过现场。别报警，报警你坐牢，私了赔钱就行。老三那边我来压，远川在外头回不来，云堂嫁出去了，最后还不是我说了算？你还是人吗？周云堂，你敢打我？你再往前一步试试。交给公安处理。这是假的，是他们串通好来害我的。老周，别说了。那天你回村的时候，我看见你车轮上有血泥，你让我别说，我以为你只是怕麻烦，我没想到你还拿了司机的钱。你个没良心的！我也得有一回良心。周远川，你别得意，你爸的老屋还在村里，你姐还要回娘家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每晚我爸受过的委屈，我会一件一件算清楚。爸，你回家了。周远川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害了你亲大伯，侄子
把伯父送进局子，祖宗都要气活了。周远川，你有本事叫外人抓我爸，你有本事出来！姐，让他骂，骂的越多，证据越多。你们再往前走一步，我这把斧头不认人！打死我！你们今天打死我！周远川还长房，他就是想独吞那66万。你出来干什么？想打我？大伯母，我爸不会再睁眼了。你要是想见他，可以去坟前跟他说。你敢咒我妈？你爸涉嫌隐瞒车祸现场、伪造欠条、勒索赔偿款，你也参与了祠堂逼迁。你觉得你跑得掉？你少吓唬我！我什么都没干。你抢过我姐的文件，你踹过姐夫。祠堂里有人证，告别亭外面有监控，明天调查人员就会来找你。妈，我没事吧？我不想坐牢。你没事，你什么都没干，都是你爸干的。你们今天晚上跑到我家闹事儿，也是寻衅滋事。谁想进去陪大伯，现在可以继续砸。远川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什么样？小时候你被人欺负只会低着头，你爸说你脾气太硬但不狠。我爸活着，我可以不狠。现在他不在了。远川，这是村里这些年修桥修路和修祠堂的账，有问题。为什么给我？我不想再睡不着觉。村口那座桥第一次翻修，是你爸掏的钱。那时候你刚上高中，你爸卖了家里仅有的2头猪。账上有吗？没有。你大伯说你爸是自愿的，不用记。后来修祠堂，你爸每年都交钱，1分没少，账上也没记。罗主任，明天祭祖大会还办吗？你大伯都被抓了，谁还敢办？办，就按原来的日子办，全村都得来。你要干什么？让他们当着祖宗的面把吞进去的清白吐出来。远川，事情闹到这一步，你该收手了。你大伯进去了，周家的脸丢光了。脸不是我丢的，你爸已经火化了，入土为安。活人该往前看。我爸被讹的18万，不看了？那是假账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大伯也遭了报应。那不是报应，那是法律。今天不看假账，看真账。我作证，村口那座桥是周守义掏钱修的。前年修祠堂，周守义交了5000块，账上全都没记。年代久了，谁记得清？我记得清，那2头猪是我帮老周赶去镇上卖的，卖了3000块，老周转头就拿去买了水泥。我也记得，周叔卖猪回来，给我家苗苗带了2块糖，他自己连口肉都没舍得吃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为周守义先生的生前情况做证明。周守义先生过去10年，每个月固定向西南某单位寄生活成品，里肉、干菜、棉靴，收件人是周远川。单位曾多次回送感谢信，但周守义先生从未在村里提过一句。3年前，周远川同志因任务需要长期不能回家，周守义先生签过一副家属知情书，他知道儿子不是不回家，是不能回。别给村里添麻烦，我儿子做的是正事。这群黑心干的，这么欺负老实人！就算这样，
周守义也是周家人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今天必须扬。我爸的名字旁边不能有一笔欠账，不能有一句不孝。你们别被他骗了，周远川就是个白眼狼。这赔偿协议，这是赔偿协议66万，周远川已经拿到了。他把秦大伯送进大牢，就是为了独吞这笔钱。你昨天在告别厅偷了我爸的东西，你还敢拿出来？你也别装好人！你嫁出去了，回来哭2声就想分钱。周守义的命换来的钱，凭什么不给族里分？大伯母，赔偿款还没到账。你胡说，协议都签了。这只是协议副本，真正的钱已经暂停发放了。暂停？为什么？因为车祸有疑点，肇事司机翻供了。大伯收钱隐瞒现场，赔偿更会重新核定。你们1分钱也别想拿到。远川，大伯母错了，你大伯就是一时迷途，你放过他吧。耀东还没结婚，你不能毁了我们家。我爸下葬那天，您也是这么坐在地上。那时候您说，停售了也别怪你们。大伯母，您求错人了，该求的是我爸。周远川同志，请出示物品。编号无误，完好无损。这东西值钱吗？能卖多少钱？周远川同志，国家重点工程单位核心技术人员，曾获特殊贡献荣誉章，因保密规定，具体工作内容不予公开。二哥没骗人，他是核心人员，他不就是个读书读傻的穷学生吗？他连媳妇儿都没有。闭嘴！你口中的穷学生，10年没回家，是因为他回不来。他在为国家做事。干什么？抢劫啊！我拍个视频怎么了？视频已经发到了3个微信群。是我妈让我发的，她说让大家看看周远川装神弄魔。耀东，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让你发了？妈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知道那东西不能拍。不知道不是理由，涉嫌传播敏感信息，带走。造孽呀！周家造孽呀！无关人员全部退场。走走走，都出去，别在这碍事。周远川，我们查了你父亲的车祸。查出什么了？车祸发生当天上午，肇事司机在喝酒前接到了一个电话。谁打的？这个号码登记在周云堂的名下。不可能，我没有打过，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司机。我姐不会干这种事。我们知道，但这通电话是诱发司机去堵你父亲的原因。远川，你信我，我真的没打过。姐，我信你。我姐的手机谁碰过？半个月前，我的手机在回村的时候掉在路上了，是大伯妈捡到的。她拿回家放了一晚，第2天早上才还给我。这就对上了。有人利用这个号码，给司机发了指令。指令是什么？让司机去路上吓唬一下周守义，逼他交出家里的东西。谁下的指令？还在查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车祸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冲着你来的。姐，别怕。别找了，是我。短信是你发的？是我不敢在白天找你们。周大海虽然进去了，但那个人还没被抓，我怕他弄死我。哪个人？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你大伯周德海和城里人做的一笔交易。说清楚。半个月前，周德海在镇上喝酒，一个城里来老板扎上他，那个老板给了周德海一笔钱，让他回村找一样东西，
什么东西？证明你身份的东西。那个老板说，你肯定在外面干大事儿，家里绝对藏着重要物件。只要周德海呢能把东西偷出来交给他，以后周家在青石沟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所以大伯就翻了我们家。对，那天下午，周德海趁你爸下地干活，溜进你家翻箱倒柜，结果被你爸提前回来碰见了。我爸怎么做的？你爸发了很大的火，他拿着铁锹把周德海赶出院子。你爸指着周德海的鼻子说：“再敢踏进这个院门一步，他就报警抓人。”周德海丢了面子，又没拿到东西，他给那个城里老板打电话。老板说，这老头敬酒不吃吃罚掉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逼他把东西交出来。所以他们就找了那个肇事司机。是，周德海拿了你姐的手机，给司机发了指令，让司机去老柳树湾那条路上堵你爸。本来只是想吓唬他，让他交出东西救命。谁知道司机喝多了，没控制住车道，直接撞上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不早说？你看着我爸死！我不敢说。周德海说，我要是敢露一个字儿，就把伪造欠条的事儿全推到我头上，让我顶罪。我只是个算账的，我不想坐牢。你现在说出来，算你立功。那个城里老板叫什么名字？这是我从周德海喝醉时掉到外套里偷出来的。这个人我认识。梁启良以前是个催客，专门倒卖各种灰色信息。几年前因为违规打探内部材料，被我们单位联合地方部门清退过。他怎么会盯上你家？不管他为什么盯上，现在必须抓人。出门的时候我明明锁了门。你干什么？我来看看，你们不在家，我帮你们收拾收拾屋子。滚出去！你偷东西偷到我爸床头来了。什么偷东西？我是你大伯母，我进自家兄弟的屋子怎么了？大伯母，大伯已经进去了。你也想进去陪他？好热闹啊！梁老板，你交代的事我办了，东西都在这儿。你答应过，只要我找到纸片，你就把我儿子药都捞出来。大嫂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只是路过青石沟来看看风景。看风景看到死人灵堂里来了。你就是周远川吧？95。梁启涯，你胆子不小。徐老，你也在啊？看来我今天来的真不是时候。梁启良，你涉嫌指使他人寻衅滋事，涉嫌交通肇事赖人死亡案，跟我们走一趟。配合，我绝对配合。我是个合法商人。梁老板，你不能走！你答应我救耀东的，是你让我翻箱子的。大嫂子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周远川，你以为把那枚账亮出来，你就赢了？全村都知道了你的身份，视频也在网上传开了。你猜猜，你回单位以后要写多少份检查，要接受多少次审查？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儿。你以为是我要回你，你错了。真正把你家资料露出来的人，不在青石沟，在你身边。谁？回去问问你那个老领导，10年前是谁把你送进单位的？
薛老，梁启律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10年前去接你进单位的人是我。谁推荐的我？你母亲。不可能，我妈连县城都很少去，她怎么会认识你们单位的人？你母亲年轻的时候在县档案做过临时工，他认识一位来县里调研的专家。那位专家看过远川的竞赛卷子，觉得他是个好苗子，不能埋在青石沟。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？因为你母亲要求绝对保密。你母亲说，青石沟的人眼皮子浅，如果知道你被特殊选拔，一定会拿这层关系在外面惹是生非，到时候会给你父亲惹来大麻烦。他看得真准。远川，你看，远川，妈不懂你做的大事，妈只知道你从小看见难题就睡不着，人这一辈子总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，家里有我和你爸，你别回头。爸妈都没怪你，他们一直都在护着你。妈，您说别回头，可我这一次必须回头看一眼。周远川，梁启良开口了。他供出了谁？梁启良承认，他是受人指使，那个人利用旧资料查到了你母亲的名字，顺藤摸瓜锁定了你父亲。指使他的人是谁？许敬山。果然是他。许敬山，我的大学旧导师，也是当年极力推荐我进入核心组的退休专家。为什么是他？因为当年你进入核心组后，第一个否定的就是他的方案。他表面上是个儒雅的学者，骨子里是个睚眦必报的伪君子。他利用以前的关系网查到了你妈亲留下的档案，然后指使梁启良盯上了你父亲。许敬山已经被传唤到了县里，他要求见你。我去见他。远川，你父亲的事儿，我很遗憾。徐老师，别装了。远川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只是关心学生。我让梁启贵去青石沟，只是想确认你有没有违规把内部的荣誉章带回家。你关心学生，关心到让人开车撞死我爸。我没有让人撞他，我只是告诉梁启辉，如果那老头不配合，就给他点教训。我没想闹出人命。但他死了。远川，这是个意外，我可以补偿你，你可以开个价。补偿？你拿什么补偿我爸在棺材里等了3天？远川，你真要把事儿做绝，你别忘了，当年是谁把你推上去的？你现在把我送进去，别人会怎么看你？忘恩负义！我父亲教过我，恩是恩，账是账。许敬山，跟我们走。你以为查到我就完了？远川，你单位里也有人等着你倒下。周远川同志，请你立即返回单位，接受纪律审查。远川，是不是又出事了？
单位有点例行问话，需要我回去一趟。你别骗我，你刚才接电话的脸色不对，是不是大伯和那个城里人找了关系，要整你？姐，没人能整我。爸不在了，我就你这一个弟弟，你要是在外面受了委屈，你得跟我说。我不会受委屈。属于爸的清白我已经拿回来了，属于我的，别人也抢不走。你去吧，家里有我。爸的头七，我等你回来。好，头七我一定回。远川，这次审查你的人是纪律组的副组长，叫冯启明。徐敬山的人，徐敬山当年提拔过他。冯启明这个人做事滴水不漏。他既然敢在这个时候叫你回去，手里肯定捏着对你不利的东西。那就看看他捏着什么。坐。周远川同志，你父亲去世，我们很痛心，但纪律就是纪律。你这次回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我回乡奔丧，造成了什么影响？你是否承认你将国家发的特殊贡献章私自带出单位？我没有私自带出。照片在这里，全村人都看见了，你还想抵赖？荣誉章经单位批准，由我个人保管，并且登记在册。周远川，注意你的态度！个人保管不代表你可以带回老家到处炫耀。我没有炫耀，那是我父亲替我保管的。你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农民，他有什么资格替你保管荣誉章？批准文件里写得很清楚，因本人长期执行封闭保密任务，无法发山保管，可委托袁熙家种代为保管。批准文件？哪来的批准文件？档案局。这是我昨天下午从档案室调取的查询回声。周远川，档案室根本没有你说的这份批准文件，你不仅私自带出荣誉章，还编造文件企图蒙混过去。第二项指控，你是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要求地方部门调派车辆和人员为你父亲举办超规格的葬礼？我没有要求举办超规格葬礼。几十辆车，几十名制服人员，这叫没有超规格。你在青石沟摆这么大的蒲场，是为了打压村里的亲属吗？我申请的是协助处理突发风险。什么突发风险？那是你的家务事。我父亲的遗体被村里人堵在院子里3天，他们伪造欠缴，勒索赔偿款，并且企图抢夺我父亲替我保管的荣誉章，这叫家务事。地方上的纠纷由地方公安处理，你动用单位的资源给你撑腰，这就是公器私用。如果我不动用资源，荣誉章已经被他们抢走了。周远川，你这10年走得太顺了，顺到你忘了规矩。哪条规矩？个人荣辱不应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。你为了争一口气，让单位的声誉跟着你受损，你觉得你还有资格留在这个位置上吗？我父亲被人逼得连棺材都抬不出去，这叫个人荣辱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你先停职反省，等处理结果。冯副组长，你急什么？我按流程办事，流程里有没有写？审查之前可以先去档案室删掉批准文件。周远川，你敢污蔑纪律组的领导？我不是污蔑，我在等证据。徐老，按规定您不能旁听审查，需要回避。谁下的规定？纪律组现在涉及周远川本人，您与他关系密切，必须回避，请您出去。谁说没有批准文件？高主任，我们在纪律审查。审查得看原件。10年前徐老亲笔签的字，我亲自压进保密柜的。上个月，有人以核查旧案的名义借调了这页档案，至今未还。谁借的？纪律组，冯启明。我借来核验，可能放在办公室抽屉里，忘了捉当。忘了捉当？那你为什么在查询回验上写档案不存在？冯副组长，
举报材料是谁递交的？匿名举报，胡说八道！内部举报必须留有编号和实名。编号在这里。提交举报材料的人是许敬山。许敬山只是提供线索。许敬山已经被地方调查组带走了，你不知道？调查不等于定罪。暂停审查。秦主任，材料还没有核对完。许敬山刚刚在县里交代了，他通过你拿到了周远川的部分家属档案。冯明明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只是按规定提供资料。什么规定允许你把核心人员的家属信息私自泄露给一个退休人员？周守义的车祸，你也有份儿。徐老，说话要有证据。证据有。冯组长，青石沟那边动了，内碰周远川本人，家里人可以施压，只要他把荣誉章带出村子，造成暴露，就有理由在单位里审他，让他回不来。带走，交保卫处隔离审查。周远川，你赢了，但你也把自己放到了所有人眼前。以后你还能回到从前那种安静的日子吗？回不去了，那就往前走。远川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件事儿，单位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不用给我交代。给谁？给我父亲。给周守义先生。我想请假，回青石沟。去干什么？过2天是我爸的头七。批了，去吧。这次单位派车送你回去。不用这么大动静。这不是动静，这是单位的态度。爸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。远川，爸要是知道这些天发生的事儿，他肯定会骂你。骂什么？骂你太犟，跟他一模一样。你爸不会骂，他会偷偷乐。远川，这是我家婆娘让我送来的。你爸以前爱吃他腌的咸鸭蛋，这回是鸡蛋，攒了1个礼拜。秦叔，您留着自己吃。你爸在的时候，我连棺都没敢帮你抬，这点东西算我赔的。远川叔叔，这是我画的周爷爷，他以前总骑3轮车带我去镇上买糖。画得真好，周爷爷看见一定高兴。远川，我那天在祠堂，我不该。三叔，你今天来了就行。我跟你爸说好了，在坟旁边种了处柏树，以后年年清明我替你去看他。从今天起，废除一切宗族压人的旧规律，以后村里办事只认法律，不认厂房。这话你早该说。我知道，以前我没那个胆子。各位乡亲，我罗有田给周守密老哥道个歉。这些年村里对不住他，他活着他多少恩，却在他死后看着人欺负他的儿女，这是我们青石沟的耻辱。远川，你大伯进去了，耀东工作也丢了，婚事也黄了。我知道都是我们自找的，不求你原谅。我就想问一句，以后耀东还能在村里待下去吗？大伯母，我没打算赶谁走。重新核定完了，比之前多了12万，加上精神损害赔偿，一共78万。姐，这笔钱我不打算留。事情尘埃落定后，我将属于我的那笔赔偿额设立了首益助学金，用来资助村里的孩子读书。名字依旧留在绝密档案里，但这一次我不必再频频回头，家不再是软肋，而是万家灯火中为我长鸣的那一盏。